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来参加线上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学佛就是学习如何生活。这句话是点出了佛法必须生活化，跟生活结合才能够把佛陀的智慧呢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这个才是佛法的最高价值那佛法既然要生活化，就要很活泼、很弹性、很绝妙，不呆板碰到谁都要能管用。那根基力的呢，就讲深一点的佛法；根基浅一点的呢，就讲接地气的妙法因此呢，佛法不是死板板的教条而是教人如何把心念照顾好如何把生活过得好如何用佛法来过日子所以佛法不是只背诵经文而是要把它用在当下活生生的法叫做活法生活的妙法啦那学佛不是学一套宗教知识，而是在学如何把日子过好，把心安住好佛陀对弟子们的开示也不是在讲宇宙玄学的，而是从最日常的事情下手例如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阴炽盛等等这些苦都是我们每天在生活中要面对的事情所以学佛其实就是在学习情绪来了要怎么去处理那烦恼出现了呢，怎么去看待？人我冲突了，那怎么去化解？以及成败得失怎么去放下？这些全部离不开生活里的修行而且长期跟着我们长相左右，形影不离有一些人呢，虽然懂得佛理但碰到一点小事情就起烦恼或者别人一句话就过不去了。嘴巴虽然讲慈悲，但被别人冒犯的时候呢，却承受不了因此我们常讲学佛不是在研究佛理，而是在实践佛法。英文叫做 Buddhism in Action。 这个实践佛法就是把所学佛法落实在日常生活里面佛法如果不能够实践在日常生活中，那这样子的佛法也只是道理而已而不是智慧所以懂得生活的人也会懂得什么时候要提起，什么时候要放下懂得如何判断是非对错更会懂得欲乱尽不急着反应，而是用温柔及平静的态度呢去面对这些都是属于佛法的实践是一种生活的智慧就不一定要挂着佛教的名相但是生活中点点滴滴就是佛法。所以佛法如果只是在意那个名相经文或者理论那只能叫做学知识。但佛陀说法它的本意是为了解决众生当下的烦恼跟痛苦，所以佛法一定要能够用在起心动念的时候，用在待人接物的时候，用在行住坐卧开口动舌顺逆境界的时候了举例来讲了生气的时候要学习堪忍跟放下被误会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善解跟包容那得意的时候要学习什么？谦卑跟感恩这些都不是书本上的东西而是每天活着就要学习的人间法。所以说佛法是活在当下的法，不是供在书架上的法。经书或经文也不是放在藏经阁里面而是要把它铺在地上来走。学佛不是学怎么样逃避人生而是学怎么样才能够活得清楚，怎么样才能够活得自在，才能活得有智慧活得对己无害，对人有利这些事情呢，看似平常其实都是佛法。简单讲了，学佛是在学三件很生活化的事情，就这么简单看清楚，
想明白，放得下，把这3件事情用在生活里面，就是已经在学佛啦。就算你不诵经拜忏不佛言佛语，也算是在学习佛法的智慧啦。不止如此其他很多生活中的选择也好啦，取舍也好，也都是充满着活生生的佛法智慧的。举例来讲，需要跟想要，原则跟圆融，敏锐跟敏感，积极跟着急，精进跟冒进，冷静跟冷漠，自信跟自满，轻松跟轻浮，放松跟放纵，随缘跟随便，放下跟放弃，坚定跟坚硬，痛快跟痛苦，运命跟命运，情操跟情节，扩散跟分散，投资跟投机，务实跟现实，神通跟神经，威德跟威猛，天真跟无知，等等，诸凡不及备载。差一个字，意思完全就相反了。所以要把这些分辨得很清楚，这个叫做分别智这些都是我们现实生活中随时可以派上用场的人间法啦，叫做活生生的佛法。学佛不是要我们变成看破红尘的人不是这样而是要成为在红尘中不被情绪拖着走的人那要做到这样，就要学习如何在生活中活得不苦而清安自在。佛陀说法有84000法门嘛，这是因为人缘、时缘、地缘，它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千变万化。因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烦恼，不同的时代也有不同的问题不同的处境也有不同的方法去应对在这样瞬息万变的这个情况下呢，佛法当然不会是一套固定的公式嘛，而是遇刚则柔遇乱用定，遇贪用舍，遇苦用观。那这个道理跟我们读书会讲的随方就缘或者外缘内方都是互相呼应的里面充满着理性跟感性，以及慈悲跟智慧的悲智双运如果佛法是死的啦，那就只能够照本宣科也就是师父照经开示弟子照经背诵老师照书讲，学生照书念这样就只是个经师，而无法成为人师。做经师很容易做人师就不简单的啦。那什么是经师呢？经师简单讲就是会背啦、会讲啦、会解释经文啦或会解释书本内容的人那其实这个只要做到几件事情就可以做经师的啦。例如记忆力很好啦，逻辑很清楚啦，口才不好也没关系，只要你愿意花时间去整理准备那些资料跟图档就好了。那这些主要是靠什么？知识啦、技巧啦、训练啦加上时间的准备就可以的所以我们会看到嘛，照本宣科也能把佛法或经文讲得头头是道，照着图档来讲也是能够引经据典，很熟练的。然而这一切不一定跟生命有关呢，也不一定改变一个人的心性呢这种叫做经师。那什么是人师呢？人师不是只有讲道理而已而是这个人本身就是人品典范他就是一部活经典无人不是法，不是吗？那经师是什么？可以讲道理这是经师的。人师是什么？从道理中活出来，把道理实践出来。那人师甚至是以苦为师，而苦中说法的老师，所以才说做经师易，做人师难两个是截然不同的境界举例来讲嘛我们刚刚讲你嘴巴一直讲慈悲
那别人看到你，别人会看你怎么用慈悲心去对待别人啊。你嘴巴一直讲放下放下，那别人会看你受到委屈的时候，或受到冤枉、误解、羞辱、凌迟或伤害的时候，看你怎么反应，对不对？你嘴巴一直讲因果因果，别人也会观察你啊，会不会做起事来不顾一切、不计后果啊，对不对？所以人师靠的不是权威跟头衔，而是靠身教。做学生也好，做弟子的也好，他会想啊，我不只是听你讲啊，也想跟你学习怎么样做人啊，怎么样用佛法来过日子啊。那如果只是要做经师，这个简单，你只要上台那一刻像样就好，对，这个很多人做得到啊。如果想做人师，那你必须24小时被注意啊，随时都会被严格检视啊。证严上人就是最好的例子嘛，点点滴滴大家都在注意啊，从中要学习嘛，不是嘛？有一次呢，证严上人对随师的常住们呢，就说了，我讲我的生活不自由，因为上人有时候讲说他的生活不自由，所以他就提醒大家说，我讲我的生活不自由啊，是因为只要离开我的书房出去走一走，就会后面跟一大堆人。我只是随便看个东西啊，常住就要拍照做历史啊。我讲的不自由是这种的不自由，但是你们要写成经藏或落入文字要出书，你就不能写作证严上人不自由啊。唯恐有人解读成证严上人的生活是被监视的，所以上人提醒他们说，要写生活空间很狭隘，这就是人师的睿智跟教化呢，跟心境的写照了不是我们做得到了其实不要说做人师要随时被检视只是做一个简单的慈济志工，就会被严格要求你只要穿上那件慈济制服，蓝天白云制服，在街上走或搭车人家就会注意你只要你的行为没有合乎对方所期待的就会被放大检视，甚至批评你这个时候你也不能生气或者感到委屈你只能把别人的批评当作善意的鞭策能够这样转念就是把当志工当修行那这样也可以叫做人师，你从中警惕自己，所以才说做人师不简单总而言之经师只要对经文负责就好，人师是要对众生的人生负责证严上人经常说到以自己的生命换弟子的慧命说他自己的这个就是人师典范那些高僧大德之所以成为人师，是因为他们都是在尽形寿献生命是为佛教为众生而尽此一报身这个跟经师的境界是天壤之别。所以学佛不是学会讲佛法而是要学习成为一个像佛的人那只做经师会很容易把佛法学死，因为会死记对，把它使用不是把它活用因为经文变成标准答案了嘛，佛法变成一套死板板的观念或者修行变成是在表现甚至会计较这样结果就会造成什么？佛法在嘴上情绪在心里是非在人群中这是经师型的学佛最常见的现象。很多人一听到学佛，脑海中浮现的就是什么？要念很多经要拜佛做法会还要懂很多的佛理，懂很多的经文或者讲话要很高深甚至佛言佛语佛模佛样等等学佛如果只是适合在寺庙里或者佛堂里，那佛陀就不必走入人群证严上人也不必拖着老命带着慈济人在人群中走过了一甲子学佛也不是要改变别人，而是改变自己。经师语也好啦，圣贤语录也好啦，都不是拿来教训别人或改变别人的，
而是拿来充实自己、改善自己、提升自己啊。从改变的过程中去调整自己看世界跟看生命的方式，这个就是生活的智慧啊。近似语的文字是死的啊，但我们可以把它活用啊。同理，经书的经文也是死的啊，但我们可以把它活用啊。死法是把经文或励志好话呢背得滚瓜烂熟，但碰到事情的时候用不上啊，这个叫做死法。活法活生生的活法是把佛法活用甚至妙用，并且用在当下。学佛就是学会在不完美的人生里面呢，用心把日子过好。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的日子都过得很忙，事情很多，但是懂得如何生活之后，我们的心就不再身忙心也忙了，不再身累心也累啊。心如果不再那么忙、那么累、那么苦、那么硬、那么急，那生活起来自然是什么？脚步轻盈啊，不会很沉重。那生活的脚步一沉重，那就是生活不清安，不清安就是苦啦。其实我们的生活中啊，最容易卡关的不是事情很多或事情本身呢，而是我们的情绪啊。事情本身多半是可以处理的，有佛法就有办法，不是吗？但是人的情绪如果没有管理好，就很容易失控。事情都会有解套的，但是卡住的往往不是事情的本身呢，而是自己的什么欲缘身心呢？碰到外境呢，而起心动念呢，七上八下的啦。意思就是说，遇到境界来了，自己的心随境转，情绪起伏，心肝乱纷纷呐。一旦情绪上来呢，气到听不进话哦，怨到看不到出路哦，甚至会怕到不敢行动，等等啊。那事情还没有变得很困难之前，自己都先把困难高估了嘛，结果越想就越难啊。那自己的心已经先打结了啦。这个在佛法上叫做什么？一念无明，百万障门开了。不是事情变糟，而是情绪帮事情加了戏码，所以演得没完没了啊！这个时候啊，就要把佛法拿出来用，告诉自己，提醒自己啊，我为什么要这么生气呢？或是我为什么要感觉这么委屈呢？或是我为什么要这么不甘心呢？情绪在动荡之际啊，能这样马上反问自己啊，基本上情绪已经放松了一半了。其实这个就是起正念的一个出发点了，事情就会往好的方向去发展了，因为转境跟转念的力量已经起来了。所以情绪来的时候呢，最不适合做3件事情哦，这个要注意啊。第一，立刻回话，人家一讲你马上回嘴啊，立刻回话。第二，立刻做决定。第三，立刻讲道理或者来辩来争辩。所以佛法是很务实的，心不在位的时候，道理就用不上了。心情跟情绪还不稳的时候呢，说出来的道理别人是听不进去的，甚至越说情况越糟糕，剪不断理还乱。我们大家应该都有这种生活经验的哦。所以事情来的时候，先退一步，冷静下来，堪忍下来。其实啊，先退一步或先忍一时啊，不代表是输呢，而是不想再一错再错，再造新殃了。因为我们在情绪亢奋的时候，很容易造成言行一错再错啊。事情可以晚一点处理啊，或慢一点处理啊，但心一定要先稳住，先安住。有一句很生活化的智慧法语啊，叫做先安身心，再办事情。等情绪退了，心念笃定了，我们会发现该讲的道理反而讲得出来，该做的反应反而表现得很恰当，因为很冷静嘛，对，很理性嘛。这是因为态度已经
冷静下来了。那这个也是生活中常会面对的事情。好，我们今晚读书会学佛就是学习如何生活，就讲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